晚上11点53分，你躺在床上，手机荧幕亮着，一则讯息停留在已读3个字。5分钟，10分钟，半个小时，对方始终没有回复。你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抱怨，你只是默默把聊天记录往上滑，重新看了一遍。你开始想，是不是刚刚那句玩笑开得太过分？是不是自己的语气太冷？还是有哪一句话让对方不舒服了？明明对方什么都没说，你却已经替他找好了理由，也替自己判了刑。如果这个画面很熟悉，那今天这支影片或许就是在说你。有些人总说你很善良，因为你很少拒绝别人，很少跟人起冲突，也总是愿意替别人着想。但只有你知道，那些看起来很自然的体贴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愿意，而是因为害怕。害怕一句我不要，会让别人失望；害怕一次拒绝，会让一段关系变得尴尬；更害怕对方从此不再需要你。所以，你开始习惯当那个最好说话的人。聚餐吃什么，你说都可以；同事请你帮忙，你笑个答应。即使自己累了、委屈了，也总是告诉自己，再忍一下就好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觉得你脾气很好。可是没有人知道，你不是没有情绪，你只是把所有情绪都留给了自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让你疲惫的不是付出，而是每一次付出之前，你都在担心一件事：如果我拒绝了，他还会喜欢我吗？也许直到今天，你都以为这叫做善良。可是心理学想告诉我们的是，有一种人不是因为善良才一直退让，而是因为他把别人的情绪看得比自己的感受更重要。而这种习惯通常不是昨天才开始，它很可能早就在很久以前悄悄住进了你的心里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？有些人一句无心的话，你可以放在心里想一整天。主管今天少对你笑了一下，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。朋友回讯息慢了一点，你忍不住一直看着手机，猜是不是自己惹他生气了。甚至有人只是今天比较安静，你的大脑就已经开始替对方找原因，而最后那个答案总是指向自己。是不是我做错了？可是大部分的时候，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方可能只是累了、忙了，或心情不好。真正没有放过你的，不是别人的态度，而是你的大脑。他早就习惯把所有不好的结果都算在自己身上。心理学把这种反应看作一种长期形成的安全感模式。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总需要观察别人的情绪，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安全，他就会慢慢相信一件事：只要别人生气，就是我的责任。所以，你开始努力当一个不添麻烦的人，不敢拒绝，不敢表达，不敢让任何人失望。因为你害怕的不是一场争吵，你真正害怕的是，当对方生气之后，他是不是就不爱你了，不需要你了，甚至会离开你。直到长大，你依然带着这套模式生活。每一次退让，你都以为自己是在维护关系，可是你没有发现，你维护了所有人的情绪，却唯独忽略了自己的心。于是，你越来越会照顾别人，却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照顾自己。后来，你慢慢长大了，你以为只要自己够体贴、够懂事、够配合，所有关系都会变得更顺利。于是，你开始习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，吃饭时先问大家想吃什么，出去玩时先配合大家的时间。工作上，明明自己的事情还没做完，只要有人开口，你还是会说好，我来。因为你相信，多付出一点，别人就会更珍惜你。可是现实真的如此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最常麻烦你的人，往往也是最习惯麻烦你的人？第一次，他会不好意思；第二次，他会谢谢你；第三次，他开始觉得，反正你一定会答应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真的累了，第一次开口拒绝。
他却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甚至对你说：“你以前不是都可以吗？”那一瞬间，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变了？是不是不够善良了？其实不是你变了，而是你终于累了。真正的善良，从来不是没有底线。如果你的付出必须靠不断牺牲自己才能成立，那它就不是善良，而是消耗。更残酷的是，当你一直迎合别人，你会慢慢失去一种能力，那就是听见自己的声音。别人问你想吃什么，你回答都可以；问你想去哪里，你说都行；问你真正想要什么，你却沉默了。不是因为没有答案，而是你已经太久没有问过自己。你的生活一直围着别人的期待打转，久到连你都忘了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直到某一天，你突然觉得很累，不是身体累，而是心累。因为你花了好多年，努力成为每一个人喜欢的样子，却没有一天是为了自己而活。也许现在的你终于明白了，真正让人痛苦的不是别人的要求，而是你一直相信只有不停付出，自己才值得被留下。可是你的价值从来不应该靠讨好任何人来证明。也许你会发现，这一路走来，你一直努力做一个让所有人都舒服的人，害怕拒绝，害怕冲突，害怕让任何一个人失望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一个人只有在你不停退让的时候才愿意靠近你，那他喜欢的到底是你，还是那个永远不会拒绝的你？很多人以为建立界限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但其实界限从来不是用来推开别人，而是让真正适合你的人可以留下来。那些因为一次拒绝就离开的人，不是因为你变了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尊重真正的你。真正在乎你的人会尊重你的疲惫，会理解你的拒绝，也会接受你不是每一天都有力气照顾别人的情绪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要急着要求自己变勇敢。下一次当你准备习惯性回答好的时候，先停一下，不是为了想一个更好的理由，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问问那个一直被你忽略的人，我呢？也许你第一次还是会答应，第二次也是，没有关系。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一次勇敢的拒绝，而是第一次开始愿意把自己的感受也算进人生的选择里。我以前一直以为善良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失望，长大以后才明白，真正的善良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，而是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。如果今天有人因为你的拒绝而离开，请不要急着怀疑自己，因为真正值得留下的人不会因为一次拒绝就否定你的全部。最后我想送你一句话，你可以善良，但你的善良不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委屈之上。如果今天的影片让你想起了某个总是说没关系的人，也许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，因为他最需要听见的不是你要勇敢一点，而是你已经很努力了。我们下一集见。下一集我们聊聊另一个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却从来没有发现的习惯。